今天呢，我想用一期视频讲明白关于摄影的90%的基础知识。那么这也是我一个新系列的第一期视频。我希望呢，能用这一系列的视频分享我作为一个新手的时候，希望别人教会我的知识。如果你也是刚刚学习摄影，可以点一个收藏，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对于一张照片来说，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3个部分：光影、颜色和内容。人眼对于光影的敏感度要大于颜色，再大于内容，所以我们先从光影开始。那么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摄影是用光的艺术。不管你是用手机、微单、运动相机，甚至是行车记录仪，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都需要让光进入镜头，传到感光元件上，再让感光元件记录下这一小段时光。那控制光影最重要的就是3个因素：光圈、快门和感光度，也被称为曝光3要素。先说光圈。光圈你可以理解为镜头里边一个控制进光孔大小的结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扇门，门越大，放进来的光就越多，所以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控制进光量。而光圈呢，还有2个比较重要的副作用。第一个是控制景深，所谓景深就是当你对好焦的时候，画面当中有多少部分是清晰的。画面当中实的部分越多，我们说景深越深；画面当中实的部分越少，我们说景深越浅。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各位新手，都喜欢买这种大光圈的镜头，可以轻松的让画面的背景虚化掉，从而简单的突出主体。而小光圈的成像是很多老手更喜欢的风格，让画面尽可能的实，尤其是当你拍风景、拍建筑和一些旅行照片的时候，你希望画面的前景、主体和背景都是相对比较实的，能够辨认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希望用小一点的光圈。那第2个作用就是控制焦外光斑的形状。对摄影而言，一般来说，光斑越圆，光斑内部越干净，素质就越好。当然，光圈控制景深的作用要更加重要。而光圈的计量呢，一般用 F 值。镜头上这个 F1.8、F4 就是光圈的值，这个值的数字越大，它的最大光圈就越小，相应的，它的成像景深也就越深。但如果你接触过电影镜头，电影镜头上面标注的是 T 值，那 T 值与 F 值最大的不同是，它计量的是穿过这个镜头之后传到感光元件上的光的强度。所以总体来说 ，T 值要比 F 值稍微准确一点，因为不同镜头的结构、使用的透镜的材质、镀膜等等工艺可能会有些不同，所以即使它们标注的光圈 F 值是一样的，透过镜头射出来的光线强度可能也有所区别。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摄影场景而言，这一点不是那么重要。光线穿过镜头之后，就会来到另外一个结构，叫做快门。快门控制的是感光元件接受光线的时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一扇门要打开多久。快门的速度越快，感光元件接收到的光的时间就越短；快门速度越慢，感光元件接收到的光就越多。所以快门也会影响亮度。比如1/1000分之1秒的快门，它的速度就非常快，它的进光量就比较少；而10分之1秒的快门，它的速度就比较慢，进光量就比较多。那快门也会带来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副作用，就是控制画面当中的运动模糊。如果你用10分之1秒甚至几秒钟的快门去拍运动的物体，那么你的拍摄物体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运动都会被感光元件所记录。记住，感光元件记录的是一小段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画面看起来就是模糊的。此时用1000分之1秒的快门来拍摄，你就会得到一个清晰的画面，因为被摄物体在1000分之1秒内的运动是非常小的。那相应的也会有很多人利用慢快门的这种效果来凝固下一段运动的状态，这个呢叫做慢门摄影。前段时间网上比较火的这种拍照风格就是属于慢门摄影的一种，让你的拍摄主体在画面当中保持不动，而其他人正常运动，用比较慢的快门就可以得到这样主体清晰、其他人模糊的效果。而因为快门的快慢，当一支镜头的最大光圈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管它叫一支快镜头；当它的光圈比较小的时候，我们管它叫一支慢镜头。再接下来呢，就是感光度，也就是 ISO。对于现在的数码相机而言， ISO 你可以理解成相机对感光元件接受到光信号的放大程度。当光线不足的时候，提高 ISO， 也就是提高感光度，就可以最直接的让画面提亮。当然，这样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因为它是把信号放大，所以信号里边的噪音也被一起放大了，在画面当中就会形成噪点。很多新手都会听到一句话，就是 ISO 越低越好。这句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一般来说，当 ISO 等于它的原生 ISO 的时候，这个时候相机的性能是最好的，它的画面是最干净的，动态范围也最好。
但在真实拍摄当中，你不可能保证所有的拍摄都用原生 ISO 来搞定。例如说一些夜间的拍摄，或者你有具体的景深和画面运动模糊效果的控制，而不能随便的去更改光圈和快门的时候，你就只能去调整 ISO， 否则画面太暗，后期再硬拉回来，效果可能会更差。而现在相机的高 ISO 表现已经比之前要好很多了，而且呢，比较新的相机都有比较好的机内降噪，所以呢，拍摄的时候不用过分担心。而且呢，画面当中有噪点也不一定是坏事，有些人呢会追求这种画面当中布满噪点的风格，使得画面看起来更粗粝，更加有所谓的风味。而大家希望尽量避免的是彩色噪点，当你后期的时候可以尝试去掉彩色噪点，这样可以使画面更加具有一些特色。到这里，光圈、快门、感光度，它们3个的共同作用控制了画面的光影结构。那光影之后就是颜色，而对于相机来说，最重要的颜色控制就是白平衡。而白平衡分成2部分，色温和色调。色温决定的是画面偏黄还是偏蓝，色调决定的是画面偏洋红或者叫品红还是偏绿色。那么这2点共同作用，其实控制的是告诉相机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白色。新手在拍照片的时候，很容易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同样是一面白墙，在阳光下拍起来是正常的白色，在室内灯光下拍起来是黄色的，而在一些 LED 或者荧光灯管的照射下，拍起来就会偏蓝或者偏绿，而这个时候就是白平衡的作用。当你确定了画面当中什么是白色的，相机才能够正确的处理画面当中的颜色关系。这里边相机常见的关于白平衡的调整都是关于色温的调整，而色调的调整一般是另外一个轴线。色温一般用英文字母 K 作为单位，实际上是日理学单位开尔文，所以应该读作开。当然大家基本上读的都是 K， 色温的数值越小，画面就越暖。常见的色温例如 3200K 是一些烛光或者钨丝灯的色温，晴天下的阳光一般是5600K 左右，而一些阴影下或者阴天的时候一般是6000K 左右。相机内设置白平衡一般是作为一个比较好的起点，方便你后期去做调色，而后期进行调色的时候一般会用白平衡的调整来控制画面当中的情绪。例如色温越低，画面越暖，看起来就更加温馨舒适，而色温更高，画面更冷，看起来就更加的冷峻，有疏离感和孤独感。当画面更加偏向洋红，看起来就会更加富有激情，甚至有一定的攻击性。而当画面偏绿的时候，看起来就会没有生气，比较病态。所以合理利用白平衡控制画面的情绪，也是你进行表达的一种方式。而说完了光影和颜色，接下来就是画面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构图。我们经常会听到所谓的3分线构图、黄金分割线构图、什么引导线构图等等等等。而这里是我看到网上博主的那些内容最容易造成新手困惑的一点。这些构图的方法并不是必须要遵循的规范，而是画面主体的表达自然而然形成的方式。所谓的构图，真正的核心是画面的主体到底是什么，你想向观众表达的最重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而简单来说，人的注意力往往不在画面的正中间，而是分布于画面3分线的焦点处。而当有人出现在画面当中的时候，它一定是最先被注意到的内容，所以也就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例如说，不能切头，不能切关节，要让人体看起来更加舒服。当然，这不是必须遵循的方式。当你就想表达这种不舒适的情绪的时候，就可以打破这些框架，进行一些特殊的构图。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些构图的法则所框住。那些拿起大师的照片来分析各种3分线构图、什么螺旋线构图的博主，那很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博个流量。当你确定了你想表达的主体内容，为了容纳它们在画面当中形成的关系，你的画面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构图。所以日常培养好这种观察能力是训练构图的最好的方式。其实摄影有很多细分的门类，例如说人像摄影、风光摄影、纪实摄影、建筑摄影、运动摄影，还有艺术摄影。这之中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人像摄影，而它难的部分往往不在摄影本身，而是与其他人的沟通能力。而这些分类所需要的基础知识都是共通的，希望你能够在拿到自己的第一台相机之后多去做尝试，尽快的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这里我也推荐3个博主，第一个就是天顾桑，尤其是他早期的一些视频，可以帮助你建立非常好的关于摄影的感受，甚至还有带模特的现场教学。如果你喜欢拍糖水片，可以看一看武范范，他的每一期视频都是一期完整的拍摄 vlog， 里面有对器材、焦段等等设备的选择，以及现场如何去找角度，如何找光线，如何找地点，如何引导模特。如果你想对艺术摄影有更深入的了解，这里我也推荐一个小众博主，叫做新力。他的视频不仅能够帮助你提升审美，想要以艺术家为生的
的人也可以在他的视频当中获得很多帮助。最后一个是我私藏的小众博主，而这位 UP 主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我在最开始拿起相机的时候，受他的视频影响就非常多。他的名字叫相约一排大石头，石主任，我们真的很想念你。虽然我现在以拍视频为主，但时至今日，看到他的视频，我依然会有很多新的收获。那么视频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一张照片最重要的就是3个部分：光影、颜色和内容。光影的控制主要是曝光3要素来控制的，就是光圈、快门和感光度。它们这3者不仅能够控制明暗、光圈，同时还能控制景深；快门同时还能控制画面的运动模糊；感光度还能控制画面的噪点。而颜色方面，作为相机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好白平衡，也就是调整色温和色调。它们来告诉相机什么才是真正的白色，它们共同控制了画面的情绪。而画面的内容主要由构图来呈现，忘掉那些具体的法则，去寻找你真正想表达的内容，让它能够完整的容纳进这一张照片里，又能够轻松的被其他人注意到，并且深度的阅读，你就完成了一个好的构图。那下一期视频我们会来聊一聊我更擅长的视频部分。视频的拍摄和照片的拍摄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也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如果你感兴趣，记得点个关注，不要错过。如果我的视频能够对你有帮助，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1键3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